这是？我找朋友借了这间国际会议中心的同传会议室，这里没别人，就我们2个人，而且这也不是高翻院，没有人认识你，所以你不要压抑你自己的感受。翻译过程中有任何的不舒适，让它尽量自然流露。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根源，才能对症下药。 不要紧张，这又不是正式翻译，出错也没关系。坐下吧。别紧张，调整下呼吸。我关门了。 怎么了？我不行了，我已经开始心慌了，我还是出去吧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家人，坐下，坐下。你今天必须迈出这一步。把耳机戴上，简单操作，我来发指令。先不要管准确率，把你听到的说出来。 La coopération entre la Chine et la Suisse profitera non seulement aux deux pays, mais au monde entier, a déclaré le Premier ministre chinois dans son discours jeudi à l'occasion du sommet économique sino-suisse à Pékin. 中国和瑞士之间不仅仅你可以的，别想别的，把你刚才听到的说出来。 总理在北京。小飞，真的不行。我觉得我真的进不了同传间。没事儿，啊，我们一块儿想办法。 没事。喝点汽水，定定神。我算是见识到了，你还真是怕这个箱子。刚才我看你气儿都喘不过来了。我没骗你吧？我还真希望你骗我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。 你能告诉我你心里的感受吗？什么心理的感受啊？因为我觉得你在同传乡里，不是生理过敏，是心理问题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走进同传乡里，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就是觉得很紧张。 很害怕，越想越害怕，甚至还有缺氧的感觉。缺氧的感觉？不应该啊！你刚进同传乡的时候，我观察了，你没有缺氧的迹象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再来一遍，我给你量心跳。佳燕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不想再来了。为什么？ 因为我就是做不到啊！
我尝试一次就失败一次，我真的不想在你面前一次又一次承认自己的失败。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。我克服不了，我就是进不了同传香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我作为你的导师，还有你的男朋友，告诉你，不可以。就这么点困难，你就放弃你翻译官的理想了？不可以。别怕，再来一次。你就当你这辈子再也不做同传了，只是进来玩一下。不做同传了？就这么想，你只是来参观黑匣子的。咱们慢慢走，每一步都慢慢走。告诉我现在你心里的感受，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？还可以。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，随时告诉我。先坐下。嘉阳，怎么了？不行，我受不了同传间里的一切。先别着急，先别着急。这样吧，咱们先想办法克服掉你的视觉障碍。跟我来。小心脚底下。带我来哪儿啊，嘉阳？我带你来训练室训练同传。这是椅子。好，坐好。戴上耳机。我现在放资料。中国常驻联合国瑞士办事处以及其他国家组织代表出席。5分钟的同传量完成的非常出色。我在同传间，我完成了翻译工作。我早就说你没问题。你的心理障碍不是同传，是这个同传间。那我以后同传能不能都戴着眼罩啊？当然不行。真正同传的时候，你得随时看着搭档的嘴型，随时要做好准备顶上，还要看紧急资料。就算你戴着眼罩，谁扶你进同传箱啊？你这不是给搭档制造负担吗？所以我说我还是不行啊。谁说你不行了？咱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步。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，同传箱里的视觉呈现是你心里的障碍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要找到是哪一部分。其实同传箱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铝合金板搭成的。你是不喜欢它的窗户，还是不喜欢它的门？没有啊，不是啊。那是，我们来想啊，你从外面进到同传间，关上门，插上插销，然后坐下。嘉阳，我坐在这儿，看着前面一排一排的座椅，我就觉得特别紧张。座椅？你是觉得你在大会场翻译会紧张？你不应该怯场的呀。不是，是，就算我现在坐在这儿，座椅上没有人，
我看到都会觉得很难受。咱们别着急，一步一步来。困扰你这么多年的问题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解决了呢？不仅仅使两个国家受益，而且惠及全世界。中国总理在中瑞经济峰会的演讲中如此宣布。该会议本周四在北京进行。OK， 我找到问题的根源了，你就是不能看见会场。这个问题好解决。可是同传怎么能不看会场呢？我要关注发言者的反应啊！你看，你又着急了，一会儿脆弱到觉得自己根本进不了铜川乡，一会儿又想马上解决问题，哪那么好解决啊？哎呦，那到底什么时候能解决问题呀？切勿急躁，我是你的导师，我都不着急，你着急什么呀？田主任，接啊。喂，田主任。派出所。哦，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的。那明天院里见吧。田主任再见。是上次咱们俩误会的事儿吧？你知道啦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有人给高翻院写了举报信。那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？我当然要先把主要矛盾解决了呀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影响你进铜川乡的元凶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解决你心里的障碍。至于举报信的事嘛，赶紧去找田主任解释一下。哎呀，你说我怎么样一转正啊？这么麻烦啊！好事儿多磨，别担心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田主任那儿。走吧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主任，我真的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，来上海这么久，就因为这次误会进了派出所。后来警察也调查清楚这是误会，就放我出来了。主任，我也是当事人，我可以作证，乔飞说的都是真的。写匿名信的这个人就是在嫉妒他，无中生有，就是想污蔑他。如果是这样，放心，高翻院会查清楚的。真的是误会。如果院里不信的话，可以去公安局调查，就知道我没什么可隐瞒的。真的吗？乔飞啊，请你来解释举报信的事儿，不是因为我们不信任你，而是需要对高翻院的正式职工的人品素养有一定的了解。正式职工，还没听懂啊？转正了呗？恭喜你啊！这回啊，要求特别严格，层层筛选。陈家阳他们组只有3个实习生转正，你一个，杨艳一个，吴明一个。真的，我们都在一组啊？对，今后你们和陈家阳、李雷、韩梅梅在一起，今后的工作任务啊，交船和同船并重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哎，家阳，我问乔飞的又不是问你。现在他不是你的实习生了，是你的同事了，得尊重人家的意见。同志，表个态。乔飞啊，交船同船并重，你有信心吗？主任，我会努力的。好，我们高翻院就需要你们这样的新鲜血液。
喜啊！恭喜3位新同事加入我们的团队啊！过5关斩6将不容易啊！实习期间呢，你们跟他混得很熟了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。说件事儿啊，关于有人举报乔飞认为他不应该通过审核的事儿，院领导对举报内容进行了核实，结论是不属实。具体情况我们的网站上都有通报的。下面请陈主任给你们交代一下啊。第1条，工作第1年，主要提升业务水平，不许出去接私活。其他的我想到再告诉你们。小飞，把会议录音整理出来翻译给我。你们2个把这些翻译完，互相校审过以后交给我。我们怎么做？吴明，你坐那儿。杨艳，你坐他对面。小飞。